什么有些昆虫可以在水面上爬行，但是当你试图在水上行走时，就会立即沉入水底？为什么冬天湖水结冰时是从水面开始往下结冰呢？简单的说，以上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极性。水是一种简单的分子，由一个氧原子和2个氢原子组成，但水仍然是生命之源。事实上，一个成年人60%的体重都是由水组成的。正是水分子的极性赋予了这种简单的物质独特且能够维持生命的性质。极性指的是一个分子内电荷分布的不均匀性。就水而言，在一个水分子中，氧原子和2个氢原子之间的化学键就像一个高大强壮的橄榄球运动员与一个可爱的婴儿之间进行拔河。氧原子更大一些，它的原子核中的质子比氢原子更多，质子的正电荷就像一个人的力气一样，能够经由化学键吸引带负电荷的电子，就像较强的一方可以在拔河比赛中战胜较弱的一方。所以氧原子能够比氢原子吸引更多的电子。因为氢原子体积较小，拥有的质子更少，吸引力也相对较小，它在这场拔河比赛中落于下风，相较于氧原子吸引的电子更少。因此，水当中的氧原子带负电，氢原子带正电。一个水分子中的化学键叫做极性共价键，共价代表电子由2个原子共有。但是，正如我们刚才所学到的，极性表示电子不是均匀分布的。在水分子中，氧原子带负电，而氢原子带正电。异电性物质相互吸引，所以不同的水分子之中的氧原子和氢原子相互吸引。水分子之间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化学键，即氢键。氢键不只是在水分子之间存在，也可以在水分子和另一种极性物质或者离子物质之间形成。水分子能够簇聚在一起，这种能力叫做凝聚力；水也能够粘在别的物质上，这种能力叫做粘附力。现在我们再回想一下最初的问题。第一，为什么有些昆虫能够在水上爬行？氢键具有表面张力，在水面上产生了一层薄膜，它的弹性足以支撑小型昆虫在上面爬行，但你无法在水上行走。这是因为氢键的强度不足以支撑你。为什么冰能够漂浮在液态水中呢？对于大多数物质来说，固态的密度总是比液态的密度大，但是水却不是这样。在氢键的作用下，冰中的水分子之间的距离比液态水更大。分子之间的距离越大，固体的密度就越小。而冰的密度比水大约小 9%， 所以能够漂浮在水上。这就是为什么湖水结冰时是从水面开始往下结冰，也正因如此，水生生物才能够度过每个寒冷的冬天。水分子的极性和极性带来的氢键，造就了水独特的性质。从你体内的细胞到地球上的海洋，水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正是水分子的极性，使得水与众不同。如果您热爱学习，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新鲜视频涵盖方方面面。你可以从猫的视角纵观世界史，也可以了解如何更好倾听，还有更多内容，敬请继续关注，永葆探索热情。